你们知道为什么哆啦 A 梦每年都会出关于赏樱花的特辑吗？或许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给你答案。赏樱花是日本的传统习俗，也是一家人难得的闲暇时光。可今年不曾赏花的大雄突然出现在赏花的话题中，就会显得格外突兀。为了让自己的情感不会失去踪迹，大雄拿着家中的相册找到了妈妈，这里面充满着无比美好的回忆，可唯独不曾有半张一家人坐下来赏花的照片。大雄多么渴望自己的童年也可以圆满，可妈妈却以爸爸要赚钱养家婉拒了大雄。于是大雄一通电话打去了爸爸公司，可孩子又怎能理解成年人为了工作的忙碌，生来便带着生命的诸多坎坷，犹如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为了让大雄的生命永远停留在爱的方向，小多拉决定帮他完成愿望。他来到静香的家中，将人类遥控器安装在了静香妈妈的身上，因为这正是完成大雄愿望的第一步。他控制静香妈妈来到了自己家中，跟大雄妈妈讲起了有生之年一定要一家人一起去看看那美丽盛开的樱花，因为有些人可以用时间轻易抹去，但美好的回忆却会随着时间愈加牢固。有了静香妈妈的助攻，就会在熊妈的心中种下赏樱花的种子。接着小多拉又来到爸爸的公司，控制着科长告诉爸爸周末不用加班的事情，并劝诫爸爸工作只是求生的一种手段，家人才是给予自己快乐的存在。作为一名优秀的下属，爸爸牢牢记住了科长的教诲。于是当晚，爸妈一拍即合，决定周末一家人去赏花。大雄念念不忘的愿望终于在此刻有了期盼的希望。他们在窗前挂上晴天娃娃，唱起了那首最熟悉的童谣。可时光的洪流中总是充斥着意外。清晨的一场大雨打乱了一家人原本要去赏花的计划。小多拉想用吸云筒将乌云吸走，可时间一分一秒地走过，暴雨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直到小多拉发现了筒下的漏洞，才醒悟这是一场徒劳无功的努力。在成年人的眼中，赏花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在大雄眼中，这却是与家人温暖的回忆。他哭着跑回房间，将自己藏在了被褥中。小多拉曾许下诺言要帮大雄，于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小多拉叫醒了他，要在此刻带他去赏花。他们到达公园时，樱花早已被暴雨打落在地，于是小多拉用花开灰将樱花最美的样子送给了大雄。虽然小多拉做了许多，可大雄却嫌弃黑夜中的樱花不够亮丽。可在小多拉用白夜灯照亮了一片小天地后，大雄又认为赏花是需要喧闹的氛围的。可小多拉用音响营造了人山人海的声音后，大雄又认为赏花中吃便当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可看着用美食桌布变出的一桌美食，大雄终于意识到自己最渴望的是家人的陪伴。这么温馨又暖心的理由，小多拉不能拒绝。于是他摇起了手中的梦风铃，即便他人早已深深睡去，身体也会跟着风铃的声音来到此处。大雄热情地款待着这些给予自己无限温柔的陪伴们，而小多拉则继续摇动着手中的风铃，换来了更多的人。虽然这场赏花大家都闭着双目，但他们却是真实存在的。每一个熟悉的场景，每一个搞笑的身影，都将深深烙印在大雄未来数十年的记忆中。大雄高抬下巴，不让自己感动的泪流下，而他选择了留下另一样东西，正是别人家相册中都有的赏花照片。他将这份留念视为珍宝。虽然妈妈不会记得这场盛宴，可大雄真心的笑容却会陪伴他的一生。很多人在看完这季故事后都说大雄是不幸的，但我却认为大雄是最幸运的那个。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弥补童年错过的遗憾，大雄却有着小多拉帮他实现愿望。或许在某些时刻，不幸与幸运一体同名。